女子马拉松的。哦，我跑到12.5公里了。哎，哎，大家好，大家好，有声音吗？在中间哈，在中间。好，哦，高能弹幕有，给你们看看啊，一会儿等人多点再看，一会儿人多点再看，我看看有多少人了啊。怎么看有多少人啊？300多人，好，哈哈哈。千万不要来大兴机场，小伙伴们。哎呦，大兴机场太远了，不过还行，我们坐地铁回，坐地铁回家可能1个小时就到了，很快，那个直接坐到东四十条就到了。估计不知道飞机上有没有吃的，6点落地，应该是有吃的，在飞机上吃，或者是在机场吃。回来过年啊，对啊。那第一次赶上直播的英国观众，英国跟日本有几个小时？8个小时吗？可能更久吧。英国在比较靠西了，欧洲大陆9个小时、10个小时的样子。早晨5点半，哇，感谢您，那就是9个小时嘛。对，我记得英国在欧洲大陆比较靠西了，已经离得很远。我的韶音没有杂音，因为我听惯了入耳式的，以后听骨传导的，我一开始是听不清东西的，就不习惯的。但是现在还行。去闭麦不录节目，闭麦是说本来说给我寄一双鞋试一试的体验，然后呢，我说您别寄了，我说那个我回北京了，回北京去拜访一下吧，等于就这样。对，英国是0，对对对，日本是9，那就是9个小时。是我这个疏忽了，对，格林威治嘛，厉害厉害厉害，对，英国是0，日不落帝国呀、对，你们那天说完我才反应过来，这个比赛没有奖牌，这个比赛没有奖牌，特别逗。跳绳能维持跑步的有氧能力吗？不能完全。我不知道是什么鞋，就简单聊2句。从东京回大阪的新干线还没开车之前，家就是有人联系我，温哥华晚上9点半，温哥华晚上9点半啊，对，那整差不多，辛苦了，感谢您，感谢您。没有炉子呀，哈哈哈。我这儿只有2个电脑。雨战跑了16+15，16+31嘛，了不起。对，我上次穿闭麦还是惊叹2.0，上一次的时候。对，最近应该还有其他的东西的小评测，可能3月初会有。雨战跑了30，了不起，感谢啊！PB 还是很兴奋的，这一天挺累的，刚缓过点来。
昨天年会被拖到凌晨1点才回家，今早没起来啊，那很正常。这高驰那个体测还行，反正他给我测的时候的最大心率和我在那次就是动静北京那个动静那实验室那儿测是一样的。戴手套冷，我应该太瘦了，这个手指头尖特别凉，然后在这儿会被冻伤。你看这儿这个地儿红的，这冻伤了都。这儿跟北京那冷不一样。对，不太聊点别的。回北京2月15号走，就是飞回来。这起一逗，看2月15号飞回来。本来一直都记得是14号，昨天一看机票是15号。手表光电心率检测会结合算法进行检测吗？光电检测本来它就是算法，它就是照你那个皮肤下边的血管那个叫什么血液的颜色，因为静脉血跟动脉血的颜色不一样嘛，动脉血打过来是偏红的，静脉血就不一，它就偏暗红。对，这儿主要是屋里冷，没有暖气。博客是工作是远程的，为什么选择在大阪住？因为在这儿有业务呀，就是要在这儿处理这儿的，就远程也不是说永远都闷在家里，不跟人家沟通，对不对？出发去加班了，您辛苦了。小伙伴们都几号放假呀？我已经放假了。很不喜欢国内恰钱主播说所有鞋都优秀。那有的时候其实是这样，就是立场不一样。因为这虽然我这个频道也有收入，但是可能就我生活不是那么窘迫。但要理解，有的人确实是人家专职做这个，指着这吃饭呢，那没办法，什么事儿都是。就像您的收入的本职工作，您肯定也是希望能挣更多的钱。哎呀，不好说。除夕放，那您辛苦。今天放假，对，其实好多我看今天最后一天的比较多，好多私企。1月15就放假了，那您幸福啊！你看看这个，现在我看有多少人了啊？700多人。看这打印出来的晚走证，比那天发网上的又往后错了1名，因为好像又有可能有没有统计上成绩的，这是最终的。职业总是不一样，打工人还得拍领导马屁呢，哈哈哈哈。晚走证，走在日文里是跑的意思。上面这是大阪 Half Marathon 的片假名。这个名次太近了，将近500名。我再慢一点就500名开外了，这成绩还可以。长居公园那次是不是也只有晚走证？对的，也只有一个证。计划破330，阈值配速跑占比要大些吗？不需要吧，330不太需要什么速度能力。哇，黑影直播了，我每周6这时候都直播，哈哈。日本长跑确实优秀人多，主要他们练的比较投入，确实比较投入，而且竞争比较激烈。或者换一句话说，就是在这儿做这个事情有出路，那就会有更多的年轻人去做。这就跟我上学那年代都去扎堆学什么学工科、学计算机什么的一样，觉得有出路。我就说话比较直接啊，这个都是这么回事儿。没穿过安踏的鞋。也叫 Learn History 说，新冠之后2周才好，速度能力下降严重，怎么恢复？2周可能那您就有点厉害，这病程这不太好说，就慢慢先从有氧跑开始恢复。其实您速度能力
下降并不是因为这个病，是因为您休息了2周，您肌肉不适应了，慢慢适应过来就好了，它并不会有太大能力的退步。休息日建议完全休息还是有氧跑？有氧跑。是的，我们国家还没到时候，都指着念书出头。我觉得呀是这样，就是这就跟我对现在有时候奥运会的这种看法是一样的，就是你在奥运会这些运动员，他已经不可能让大众觉得说我叫更高、更快、更强，我要全民运动了，因为感觉那都跟咱们不是一个物种了。咱们这儿其实我觉得也有些小问题，就是体校这个制度造成普通的孩子们不去想这件事儿，因为人想我肯定干不过体校的呀，然后就不去做这些东西了。而其实你们看，运动大国其实并不是这种制度，而是从普通学校的爱好者呀，或者怎么样去选拔。然后这样的话，他做这个就有出路。再加上这边有实业集团，有这个各个大型的公司赞助的运动员，他有出路，他就会这么做。如果在咱们那儿上学的话，你说普通的叫什么？呃，就普通的中小学，您不可能去练长跑，对吧？您如果没有被选材选上的话，现在福冈很火，不少人去那儿定居。是我认识的朋友也有在福冈生活的，但是对我来说，我觉得有点热。真心话，我其实还是不太适应海边的那种城市，北方人嘛。不过去过的城市，觉得哪个最适合定居，要看您的性格。就我这个性格，这儿就特合适。有人说，有人说，虽然我在这儿还不能定居吧，但是我觉得这一年挺舒服，因为有人说可能离开家乡会觉得失落，因为没有就是叫什么，交往的圈子会消失啊什么的。但是问题是我在北京也没有交往的圈子，所以还行。福冈是挺美的，而且物价也不高，福冈跟大阪差不多的物价，但是要比大阪干净整洁有序的多。大阪这儿，今天早上起来那个视频一开始在拍的就新斋桥那边，地下就那儿比三里屯一宿下来还脏乱差，真心的。大阪是亚洲第3宜居城市，是这儿挺舒服的，这儿没有，这儿不像东京，东京就跟纽约一样，一个个都是那种就很冷漠，然后就那样，然后大阪就很 open。你们看我们跑团的人，还有 Learn History 又说非碳板跑鞋推荐哪些作为训练用？非碳板的话，说实话，现在还真不太知道了。像 Nike 出那个，就那个叫什么 Strike Fly 那个，感觉有点烂尾的意思。飞马系列可能还可以，其他品牌的，其实现在国产品牌非碳板的鞋我都没穿过。Shirley 肖半马心率顶这么高，怎么坚持下来？体感怎么样？体感跟心率没关系，其实就是你看我当时180多的心率冲刺的时候，我其实并不觉得是心率不行了，而是我腿没劲儿了。中午好吃了没？吃了，我这儿都2点半了。就是半马你顶到最后，其实不是心肺的事儿，就是没劲儿了，就是没劲儿了。日本的房价不是也很贵吗？日本房价还好吧？这儿你看大阪，我家边上，我家这儿离新斋桥1公里，我家边上的公寓新盖的啊，60来平是4800万日元，它是按套卖，他们不按平米卖。4800万日元是多少钱？240万人民币，60多平，还行吧。公寓就是有管理会社那种，只是说你不能贷款，所以你全款买肯定是扛不住。对，日本没公摊，然后阳台是送的，差不多就这样。就是它出来60多平是不带阳台的面积，因为阳台你是不允许改造的，那个逃生的下降梯都在各家的阳台。请问跑鞋轮换什么频率合适？对我来说就1500-1600公里，如果是微胖人群的话，600-700公里。
不是外国人在日本买肯定要全款，银行不给你贷款呀，对吧？结果外国人在中国买房，他也我不知道能不能买，他肯定也得全款呀。所以全款买的话，现金流就会有压力，这个不现实。打算体验阿迪 Pro 3嘛，那天去试穿了一下，没买，因为要原价买，要有好价钱我再买。哇，这个豆好明显呀，这完美主义者又有点闹心。为啥香根一传大量运动员比中国10公里国家纪录还快？还是我说那个原因，就是其实人种都差不多，真心的人种都差不多，衣食住行也都差不多。我们有这么大的基数，但是我们搞不好这个，这跟足球还不一样，因为我觉得足球这种它是由民族天赋的，确实是不一样。就跟你们看这个南美人或者说哪儿人，他一有音乐就能跳起舞来，汉族人就不行，对不对？但是马拉松这个事儿说白了就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再多的我就不能说了。那个药师跑哪去？问，请问以您使用多邻国这段时间，对这款软体有什么心得吗？课程对于在日本生活会不会觉得不够用？是这样的，如果一天只学一课，肯定是不够用。我就一天只学一课，我都连胜560多天了，现在也只能将。比方说，去跑折返，最多就问，比方说怎么说来着？Dokomada 好像就是哪里结束，然后就也就会这些，就很简单的说说天气，你好，谢谢，对不起，再见，这个多少钱？我不要塑料袋，这些东西也就是这样。然后说说数字还说不利落。比方那天起跑前那位跑团的朋友说在18公里等我，他说就哈气，我得反映一下就哈气是多少，也就这样。博哥和家属目前谁的日语好一点？家属日语好一点。博哥在日本工作有什么语言？用中文和英文。Pro 3我没买，但是我觉得穿上脚以后挺硬的。回北京的跑步安排我都会至少提前一天会说，但是我不会说一个具体的时间。比方说后天就是礼拜一早晨我去故宫，我估计就在要不然绕圈，要不然就东西华门荣耀之路上逛荡。家属也去，我们跑完以后一起吃早饭，可能7点多钟吧。然后吃完跟闭麦约的是10点，所以我们10点要去到朝阳公园那边，然后中午去吃饭，跟我老娘一起。另外叫 Zig， 我不知道读的对不对啊 ，ZIG。我是学语言的，我曾经多邻国上开了5门外语同时学。我的感觉是一定要有坚持的动力，比如兴趣爱好，否则很难坚持，尤其用业余时间啊。对，所以我就不一天学太多，一天学1-2课最多了。就当个爱好，有时候听歌或者听电视，无意中听到我会的词儿，哎，我觉得好开心啊！比方说原来看柯南，我一直不知道，就是你看高木警官，他一说我能听出来说的是他，但是我不知道是哪3个音。哎，最近突然我觉得，哎，我知道高怎么说，我也知道木怎么说啊，那就 Takaki， 对吧 ？Takaki。然后后来那时候听佐藤警官，然后佐藤跟汉语发音很像，但是我也不知道怎么发音。那天无意中看了一个罗马字的拼写 Sato 桑，哎，我就知道哎佐藤是 Sato。然后包括那个波士顿先生，就是你口中的波士顿先生，他姓野口，野口是 Noguchi。然后正好那次在东京给我加油的我们跑团那位先生，就每次你们看热身带操的那位，姓中野。哎，我那天就问家属，我说中野那是不是 Nakano？ Naka 是中，然后因为田中先生是 Tanaka 嘛，然后我说我猜是，咱们查查，一查还真是，哎呦，那挺激动的心情。高中生推荐什么入门跑鞋？预算有限。那你要是在国内的话，你要是在中国大陆就买一双国产的跑鞋，买260X 特步的。如果是海外买世界品牌的话，我觉得飞马可以。对呀，那天没录佐藤啊，佐藤君跑过来的时候，我正把手机往兜里搁，拉上拉锁。等我再拉开拉锁时，人家已经过去了。但是那身绿色的 Nike 很好看。
明天还跑步，明天早晨跑个，明天早上去大阪城一圈，正好7公里。那天挺遗憾，没路上佐藤。睡眠前后心脏不舒服，那我觉得你应该去看医生。再买一双特步3.0 Pro 吗？应该不会，我先回北京试试我那双5.0，然后再决定。我觉得3.0 Pro 对我来说跑全马，我感觉可能稍微有点沉。博哥喜欢塔库米森，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么念啊，是阿迪那个吗？我没穿过。博哥半马135，想进125，有什么建议吗？就练速度就好了。想入惊叹 Fly，我都不知道是不是惊叹 Fly。我礼拜一告诉你们，礼拜二对，礼拜一要晚些发视频，因为一上午到中午结束都有事儿，得下午处理了。而且上午去拍故宫的话，应该会拍不少，剪辑也会比较慢。然后这次回北京只能带家属这个 MacBook Air M2的，渲染也比较慢，大家多见谅啊。草莓奶油卷吃完了吗？没有，吃了，还剩2块。呃，看完强风吹拂之后，唯一讲的顺的日文是你喜欢跑步吗？你喜欢跑步吗？怎么说呀？跑步是烂进步吗？还是他们的说法？塔西路，塔西路怎么说？啊，他什么路来着？啊，塔西路嘎 ski d i s 嘎，对吗？是吧？哈哈哈。然后像比方说，我戴那个臂套，我有一对儿就是鸳鸯色的，跑团小伙伴会说啊卡库伊对吧？卡库伊还是卡扣伊，就是挺帅的意思。我的生产力电脑，我的生产力是一台M1 Ultra，64G 内存的，下午好，下午好。新加坡免签了，今天考虑来新加坡跑吗？说心里话啊，我对新加坡有一些恐惧，确实是太热了，而且物价也有些高，可能不太会专门去旅游。但是我觉得我想去趟马来西亚和泰国玩一圈，然后有可能转一圈呗，有可能对，因为说白了，在新加坡住那一年，其实我好多地儿都没去过，我也没去过西边，我连圣淘沙都没去过，大家能想象吗？我在那儿住了一年都没去过圣淘沙。日本的按摩贵吗？这边像专业的按摩1个小时6、7千日元，6000到8000吧，不便宜。我俩都是您的观众，哎呦，您之前说的我没看到，往上2条，哎呀，刷过去了。哦，我与好友时隔3年半在一起跑步，非常激动啊！恭喜您！怎么快速找回状态？嗯，我有个小窍门，比方说我今天特没状态，或者说昨天晚上没睡好，早上起来跑不动，跑几步特累。我之前有一期视频还发过，就是也是去故宫，我就找那么1公里，加速全力以赴冲，冲完以后状态立马就好了。大拇指关节疼就劳损呗，慢慢养。对，那天 PB 好激动啊，比3年前的成绩才快了47秒，我就想21公里47秒，3年，这个概念我真有点接受不了，就太艰难了。所以在这之前我真的没有想过能 PB，因为怎么算这个平均配速都觉得不太可能，因为至少得跑到3分39。如果要考虑多跑的话，因为大概多跑了100米多一点，因为折返有点多，再加上路窄，有的时候你不得已你要绕一下或者怎么样，
100多米，100多米就是30多秒呢，20多秒呢，差不多吧。我在大豪公园跑过好几次呢，有机会去。查理陈，有机会要是再去，我提前预告，因为福冈可能也就大豪公园可以比较合适的跑。半马不开设的话还能快些，10秒左右吧，也许最多了。但是拍摄会有不错的心理暗示，会让就是心理上会好一些，不好说。数据用的是，对，是这个软件，不少钱呢，现在是大几十刀一年。试过筋膜刀和冲击波吗？没有，刀好像试过一回，是在那个哪儿，就是三里屯那儿有一个那公寓叫什么来着？也是个世贸什么什么什么公寓。那公寓里有那个一个按摩的，就是专门针对运动按摩的一个小作坊，我去过一次。世贸公三，对对对，好像叫世贸公三。哎，现在估计都没了。现在直播用的什么相机？家属的 iPhone 13 Pro、15 Pro 在这儿呢，因为不是一个 Apple ID，用家属的电脑。跑量大脚疼要停跑吗？减强度。这软件现在小200刀买断，它那个买断是不买断更新的，就是好像你过了1年以后想再更新，每年要40多刀吧。我在咱们这个频道上花了不少钱，真的，我到现在没挣回来花的钱。你不又买了个 Osmo Pocket 对吧？现在 B 站的收益越来越低，B 站的就是播放收益每年大概下降40%的样子，因为你看今年一年的收益跟去年差不多，但是今年咱们频道的播放量可比去年多了，对不对？大家同意吧？所以现在是有一个尴尬的事情，就是视频创作者如果不能通过播放来获利，那就只能去卖东西，或者是做很多的商单。想做商单，你还得有流量。不瞒大家讲，我觉得咱们频道的观众不少了，但是其实没有什么商单的机会的，并不是我都拒绝了，也有拒绝的，当然。那这一点上呢，我觉得卖东西这个事儿也不现实，对我来说，我也不打算弄这个事儿。我买了俩3D 打印机，什么呀？拓竹嘛，是拓竹还是竹拓？拓竹，对，拓竹嘛。收益差不多砍半了，对呀。博哥 Ultra 磨损严重吗？不严重。多接点广告，多下饭不寒碜，没人找我呀，太尴尬了，对吧？没人找我。试过无动力跑步机吗？试过一次，挺舒服的，但是买不起啊。对，真的就是另外的平台的播放收益，你看另外平台的订阅人数大概是这边的1/5，播放数大概是这边的1/10，但是收益是这边的1/3，大家想象一下就知道了，对吧？这个咱们实话实说，不避讳。用3D 打印机做一个跑步机，强度不够。哎呀，还有什么？跟跑团训练比自己跑更能逼自己达到极限速度。是的，我觉得我对自己挺狠的了，但是也不如跟着他们一起跑更狠。
婆哥 B 站一年收益多少啊？没多少，没多少，不说了，说了丢人。我去帕格 run 蹭强度是的，回京跑二环呀，跑二环。但是二环这事儿啊，我不会提前预告的很仔细，因为太不安全了，好吗？我不可能约大家一起跑公路的，大家理解。就算是故宫，故宫还行，因为故宫很多人在故宫那儿跑步。打印个 GoPro 的架子卡在肩膀会好点吗？GoPro 不太适合跑步拍视频，太沉了。Ultra 屏幕贴膜吗？不贴，我所有东西都不贴膜。对，二环是不太可能约跑的，大家见谅，大家见谅。我特别想约征哥，跟征哥说了，不知道约到什么时候。我还给他们带了礼物，提前透露一下，这次贴了那个法藤贴，这次跑半马就是好，你们看好多日本跑者贴一脖子的那东西，我带了2袋那个回去。对，奥森肯定会预告的，而且奥森我要是跑，我肯定我逆着跑，就是我叫什么顺时针跑，各位按正常的来，咱们就能见着，然后不去北园了，就在南园转，好吗？要不然南北园一圈10公里碰不着了。学学我不太会念，我知道那个 YouTuber，对我也天天练，天天聊啊，就是订阅数不够啊，您懂的。我也很希望能叫什么走向世界，主要是我不能说英文啊，我这中文节目，中文节目还是有局限的。强风吹拂人均天才，练10个月，半马1小时20分以内。我觉得马拉松这事儿是有选材的原因，但是还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要回国了，对啊，明天回北京，待11天。博哥认识三金加贵野吗？不认识，我都没听说过。我也社恐，没关系，您就跟我打招呼，我也跟您打招呼，然后咱们就互相不说话了，可以的。没有粉丝见面会，各位都是我的观众，我就是拍拍视频给大家看。我不认我几乎不说粉丝这个词儿，因为我觉得我就那么回事儿，都是普通人。跑团小伙伴看你视频吗？看，我还没去过南京呢，有机会有机会。日本有名马拉松的 influencer 什么意思来着？影响者。你看我念得出来，我不知道啥意思了。放假早，提前离京了，下次有机会偶遇。是很多在北京工作的小伙伴，其实都家乡在全国各地。现在其实好很多了。原来我10来年前那时候一到春节，北京就没人了。佛哥有机会看到好看的动作，再给你画画。感谢您，是您啊，感谢您，好喜欢那个，好喜欢那张画。对哈，可以，我给大家看看，我那天有一位观众画的，哇，好喜欢呀！能看到吗？哎呀，我不能露脸，我一露脸他就虚了。我平常训练也听歌，我有时候听歌，有时候听听，呃，那叫什么？也不是故事，不记得了，不知道怎么说，抱歉啊。大部分时候听歌，感谢 Zig，您破费，您破费，感谢。
播客其实也不能算播客，就是我不太听那些特别就是能给人就我不太爱听教育人的东西，我爱听那跟讲课似的，讲讲历史，讲讲娱乐，讲讲这些那些的，我爱听这些杂七杂八的。我不太爱听说你要怎么样，你应该怎么样，这样会更好。我不太爱听那些东西。我最近一直带那韶音的，我觉得那带着还行，但是坦白说啊，它的那个有东西的那个感觉，肯定是要比 AirPods Pro 对我来说是要强烈一些的。国内貌似没有 Park Run，是的，国内没有官方的 Park Run，应该我不知道上海有没有，反正至少北京没有。我那个歌单可能各位都不爱听，我那歌单里有哆啦 A 梦的主题曲，还有什么的，还有灌篮高手的，还有一休的，反正都是日文的动漫歌，还有柯南的，还有好多日文的老歌，比方说中岛美雪的歌这些，还有花泽香菜，对吧？对吧？没有微信群，我想了好久，很早就有小伙伴问，但是我觉得弄个群就容易有矛盾，因为每个人的想法不一样，每个人觉得对的事情也不一样，大家同意吧？有时候一聊的不高兴了，何必呢？您说呢？是吧？长跑听过郭德纲的相声没？没有。最近两三年我不怎么听了，就我听的时候还是那时候去天桥能看到他们的时候，很早了。跑了一个月可以跑8公里，那挺不错的了。我跑好几个月了才能跑8公里，半年也能完成半马吗？可以。台北马貌似也冷，我听他们说台北看运气，有的时候也热，但是冷其实对我来说是好事情，我很习惯冷，6、7度比赛对我来说很舒适。哦，对，还说呢，哎呀，最近调查台湾的那个台北马拉松的这个事儿，才发现我不能像好多那些人似的，能随便去，我只有单次的，所以就到时候今年想跑一次台北，弄微信群上单就多了，为什么呀？足底疼休息一周，现在不疼是不是可以跑了？可以，疼也可以跑，好多疼都是跑好的，没事儿。哎呀，感谢感谢，哇，永远的 Daniel，感谢您。哎，我也听王玥波的评书，对评书还可以，对我爱听的就是这种东西，就给你讲讲故事，我觉得挺好的啊。黑漏那个还行，那真的还行，但是那个因为人家要得寄回给人家，我就给寄回，就等于说拍完我就给人寄回去了。博哥，请问是不是索康尼 Speed 什么意思？因为可以发育用户粘性啊，我不太懂这个，我回头学习学习。对，有的是要寄回去的，有的是要寄回去的，有的不要。家属说让我聊聊半马的比赛，那是挺兴奋的。你看后边这毛巾，他们也是，你说弄一个专门的完赛毛巾，没有奖牌。那天真的特别忐忑，那天因为他又是中午12点跑，各位可能真的没跑过12点起跑的比赛吧？特别带劲，调生物钟，然后早上起来特晚吃早饭，那2天都不行了，心理压力巨大，因为半马大家懂的，半马跑就一发枪以后你就什么都不能想了，然后可能你再反应过来的时候已经慢了10几秒了，那时候特别担心，跑到
跑到几公里啊，跑到10来公里的时候，就周围就已经有很多坚持不住就掉下来的，就前面比我快的人了。因为对他们来说，达不到自己的成绩，人就不跑了。全马反而舒服一些，对。而且这次跑完半马以后，就跑完这次成绩以后，我突然就有信心了，因为我发现34346的配速，347的配速好简单呀。也许这次就破了240了，347就能破，但是应该要跑到345才可以。首马352，现在半马137，全马能330吗？有难度。半马成绩和全马成绩成正比吗？练到我这样成正比了。你要是刚跑三四年不成正比，我3、4年前半马就能跑进130了。就我刚开始跑步4年不到的时候，我半马就能跑到140了，5年就130了，很快就121了。我前年就117了哦，但是我真的全马跑进3小时是2020年，是大前年。感谢啊，这位叫周瑜嘛，对吗？感谢您破费。所以半马和全马，发个 Super Chat 忘记打字了，刚想说给博客频道贡献点收益，别，我没别的意思，我就是说白了，我就是喜欢这个，有收益，只是就更多的满足虚荣心，然后可能出去吃顿饭呀什么的，也就这样，也就这样。因为我干到现在这样的话，不管是工作还是咱们这频道，我也不太可能再往上跨一个台阶了，就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还行。控体重，戒酒戒糖嘛，您不能酗酒，酗酒肯定不行。然后我觉得就是可以戒啤酒，然后糖得控制，不需要戒，都需要控制，就是得均衡。博哥，我和你一般大，那就别叫哥了呀，兄弟。去年5月开始跑步，加油！手上是什么？手套，手冷。问一下博哥，不同配速时的触地时间，比赛那次150多吧，好像，然后平常训练189，慢慢跑的时候212。1年半前看您视频开始跑步，碰上直播，感谢，应该是我感谢您。目前全马321，月跑量400加，每天跑14，年底想跑台北马，不知道能不能破3呢？跑量我觉得足以破3，但是我给您一个不成熟的小建议，就是您不要每天跑14，您可以把单次的训练加长，中间加休息日，因为14公里和42公里差的有点多。您如果可以单次训练是21公里，时不时跑30公里的长距离，然后有休息日，这样的话会更有信心和能力。博哥要是准备明年来悉尼，得做好天热的准备啊！我想去悉尼当兔子，不知道有没有机会。那次东京马拉松之前碰到的那位澳洲来的朋友说，他今年是兔子，他帮我引荐，到时候我问问。我特别想当一次兔子。博哥用 RQ Run 吗？我不用，但是我同步，我数据都同步过去，我给您看看啊。五指力是五力指数是什么意思呀？我看看啊，稍等。跑力吗？哦，挺低的啊，挺低的，哈哈。但是我看不到，我不是会员，他那个是星号，要花钱才行。看看啊，花不了钱呀，兄弟。跑力呀，跑力59，我最高的时候达到过7级，现在是6级，是波马级，我达到过精英级，我也不知道他这怎么算的。哎，这种大家不用太在意，38岁不是28岁，28岁就好了。
去悉尼后来墨尔本玩啊，到时候偶遇，可以呀、2000粉的瑞看您2年有余，很受鼓舞，感谢您，感谢您。像这种那个软件的预测都是根据您平常训练的强度。你看我这次半马跑完，高驰给我那预测每项都涨了2、3分钟，那没有意义啊，因为昨天的我还是我呀，对不对？所以不要太在意这个事儿。糖原呀，糖原肌肉和肝脏主要是肌肉。感冒几天可以恢复跑？我觉得感冒只要不发烧，不很严重的咳嗽，症状在脖子以上，没有呼吸问题就可以慢跑。跑前没成功排空会有影响吗？会。比赛的话肯定是要努力的排空，而且你可以前一天用一点药，可以的。月跑量破400破3完全没有问题吧？完全没有问题。月跑量400，您跑个8、9个月、1年的，基本上就破3了。男性，成年男性。补充能量胶是补充糖呀，就是你能量胶吃到肚子里被吸收，糖会马上就会进到血液里。对，我买了一个那叫什么硅基生命，对吗？哎，我买了一个寄到北京了。我在北京这几天给自己带上，给大家分享。我自己买的啊，花钱买的，血糖的那个实时血，大家不都说那个现在挺好吗？比雅培那个好吗？记得第一次看您还是一个微信视频号搬运的，还有人搬运我的，感谢啊！熊娟已经破了240，不过对女子选手有什么建议？女性选手别说240了，330在国内就很了不起了，别说在国内，在全世界也不慢了，很了不起了。女性选手不容易的，女性选手就是这事儿啊，体育竞技这事儿，男女的差别还是巨大的，尤其是这种田径项目，真的是巨大的，这个没办法。胫骨前侧不舒服过吗？不舒服过，没事儿，没事儿啊。初跑需要刻意跑有氧配速吗？不需要。初跑我觉得就是你每次都尽全力就好了。西马后补470左右还能后补成功吗？我没有经验呀。南方小娘好，今天是腊月20几啊？24啊，对，北方是昨天，北方是腊月23。南北差异还是很大的，而且有时候小地区的差异都特大。比方说，你看北京的婚宴必须得在中午12点之前开始，就不是晚上吃的，都不一样。就基本上您的疼痛只要不是急性伤，大多数时候都能慢慢就恢复了。您跑与不跑，它都会恢复的，相信我，好吗？跑步机和路跑差别很大吗？很大。如果是以马拉松为目标的话，我觉得我个人认为啊，跑步机不要超过40%的训练。我觉得跑步机不那个会，我觉得不如路跑。对，我这篇晚上是头昏，对，北京是中午之前是头昏，二昏是晚上。博哥怕冷，在健身房跑受影响吗？路跑停2个月了。就像我刚才说的，我觉得路跑是必不可少的。柏林和伦敦是不是6大满过程中最好报的？柏林是最好报的，伦敦是最难报的。伦敦您不可能抽签儿，伦敦就只能花钱，伦敦抽不上的，伦敦只能花钱买。柏林是最容易抽上的，应该，而且就算花钱买，柏林是最便宜的。但是我还是建议大家，如果跑第一场国外的比赛，可以试试东京。东京价格也不贵，主要是近，而且文化差异比较小。我雾霾严重的时候不停跑，但是如果您只是以锻炼为目标的话，那就可以休息。怎么算是初跑啊？我觉得，如果算时间的话，3年马拉松
跑步3年以后可能就不算初跑了，前3年会遇到各种，就是您还觉得这事儿新鲜，还总会经历各种第一次的时候，就是初跑。如果有一天您发现，哎呦我受伤了，去年这儿我也受伤了，您就不是初跑了。我这么理解啊。对，柏林是很简单的。跑步只有右脚疼，怎么回事呢？很正常。那现在如果跟您说双脚都像右脚一样疼，是不是有点难受？没事的，柏林和芝加哥都没中，但是这2个都可以直通，245就直通了，还是240我不知道，反正芝加哥现在我能直通。这2个好像是唯2的可以全球直通的，其他的东京也能直通，但是你得跑到男子得跑到22级，东京也能直通，理论上。其他的都是当地居民才能直通，就跟大阪的马拉松，我这次大阪的全马就是直通的，它要求是你要在这儿住，就是你有这儿的地址，然后你全程马拉松，我这个年纪在3小时10分以内有成绩就可以直通，所以我是直通的。请问跑量500加的跑鞋还适合参加全马吗？如果您要是以成绩为目标的话，不适合了。初跑1年，家里人不理解，那这个不能说谁对谁错，我是这么理解这个事儿的。这个事儿就跟一个家庭吃饭的口味一样，它都是互相影响。您为什么是这个口味呢？是因为从小就在这个口味的环境下生活，妈妈给您做这个菜，对不对？就像我们说，很多人说亚洲味或者中国味，它都是一个互相的影响。人家上来不理解您，并不是他不对，也并不是说您不对，只是说您需要做工作。这个工作并不是硬干，说就逼你，你必须要理解我，必须要理解我，必须要理解我，我就对，那也不对。你要互相去影响他，跟沟通，沟通是万能的法宝，因为没有人就是尤其是亲人不会至亲啊，我说的是就是父母跟孩子之间，或者说夫妻之间，不会有太真的说我就是诚心想让你不好，不会的，肯定不会的。其他的这咱不好说，是吧？你刚才给我拖来的我没看见。博哥下午好，台北马后我休跑1个月，开始回归了，给您加油。目前跑10公里，偶尔跑远距离会有脚后鞋的不适，请问多跑能克服吗？能的，这就是我说为什么单次跑量我觉得很重要，就是因为如果您只跑过15公里，那您跑马拉松后边的那么长25公里、27公里都是从来没跑过的，那您肯定接受不了，对吧？全马跑完后黑指甲是鞋子问题还是袜子问题？是累了的问题，累了可能动作变形就会顶脚趾。我跑完无锡那次黑指甲了，因为当时体力没恢复过来，太拼了。都是同样的鞋，同样的袜子。跟博哥同岁，今天自测10K 4207，不错的成绩，很快就进40了。半马目标多少合适？就按您10K 的配速跑。半马跟10K 可以直接简单的就是同样的配速来算就好了。10公里38分，冬训1300公里能破3吗？您1300公里是几个月？38分钟，我觉得具备破3的速度，具备破3的速度能力了。只要耐力没问题，没问题。破三只需要4分10几的配速，可以的。最长跑过25公里，小腿感觉要抽筋了。是的，一般没跑过长距离的，第一次跑24公里的时候就开始有反应了。30公里见加速410匀平均410能破3吗？能，我觉得能了，可以了。因为就是您跑完这30公里什么感受？如果觉得还能再接着跑一点，那问题就不大了。博哥想请问，如果跑姿刚改成前掌落地，平时轻松跑也是用前掌吗？我不认为跑姿可以通过模仿来调整，您可以刻意的发力，刻意的前倾，这些我觉得谁都会有这个想法，但是
但是跑姿其实和配速的关系，你不能说完全没有，但是没有您想的那么大。我不建议模仿跑姿，因为一切跑姿都是能力的结果。就像怎么说呢？咱们说的极限一点，比方说就像跳水运动员、体操运动员，那您也模仿不了，对吧？那是为什么他能做到，您做不到呢？是因为力量啊、平衡啊、各种啊，人家练到那儿了。跑步的姿势也一样，我们容易模仿跑姿的原因是觉得跑步简单，是觉得跑姿好模仿，但是其实不是的。半马能按照10公里轻松的还是阈值的配速？阈值的呀，半马就全力以赴的冲刺啊。2023年破三人数8000到9000啊，那不少了。请问半马1140到1335怎么练收益大？多练速度耐力。就是半马就是一发枪就冲出去了，就别想太多。您肯定不是说真的跑到冲刺的速度，但是就是冲出去了。上周突发奇想跑了您跑团的321课表，全力顶下来，人都快升天了，速度能力真的不行。那理解的理解的。如果没跑过这种间歇或者变速的，前几次跑确实是很难受的，慢慢就好了。2024能有多少人破3？破个感觉我不好说呀，我不好说呀。但是我觉得可能差不多还是这么多人吧。佛哥是做哪方面的程序员？哪方面都做，哈哈。赶上直播开心，感谢您。佛哥家属回家平安，感谢感谢。明天这时候就飞了，应该差不多吧？明天这时候就飞了，所以今天这两天有点累，收拾东西，然后买礼物什么的。中午才从新拆桥回来买礼物，在大丸百货地下吃了饭，又吃了汉堡饼。哎呀，一言难尽。要支持国航啊，什么意思？您说是那个飞机那个航吗？但是实话实说啊，真心的，日航的体验确实是优于，别说优于国航，就是做过全世界的航空公司，体验最糟糕的应该是美联航，美联航体验是最糟糕的，体验最好的就是汉莎和全日空，第二档是日航，因为日航其实餐食和服务跟全日空差不多，但是日航我老觉得它降落特别的颠簸，不好说，特别极限。国内的航空公司这次是哪？这次是南航是吧？这次我们回去好像是南航啊，东航啊。我几乎没坐过国航，我也坐新航，但是我觉得新航不如日航啊。新航我那次坐的还是超级经济舱，就是在经济舱跟商务舱中间那一档，也不好吃，主要是不好吃。新航那我当然是我吃不惯啊，不是他的错，是我的错。对，不过早上不训练还早起嘛，作息每天都一样。但是这次回北京会晚一点，因为这次跟我娘住我娘那儿，我要是早起来给人折腾的，可能会调整往后错1-2个小时。用什么手机壳？就这种普通的手机壳。博哥怎么能做任何事都特认真？因为做的事儿不多。对，我没有高血压的问题，建议您问医生。建议您断跑2个月多久可以恢复之前的水平？1个月。班尼问如何解决抽筋问题？平时30多公里训练没有抽筋，但跑2次马拉松都是10多公里就抽筋。那您有可能就是刚开始跑比赛的小伙伴们会紧张，然后会有那种刻意的一些动作，您感觉不到。就像有的人跑完马拉松肩膀疼、腮帮子疼、脖子疼，这种得放松。如果您是这种问题的话，那就不是能力问题。下一位您的跑者问答
真的很贴近进阶市民跑者的心声，尤其是饮食焦虑。是的，饮食焦虑是几乎所有进阶跑者都要面对的一个巨大的问题，可能要持续好久好久。博哥有在吹田那边跑过吗？那边也是好多高级住宅，没有，没有。等博哥的归期体验分享雅培的视频，当时震惊，是雅培当时那个确实给了我巨大的帮助。那一次之后，我第一次调整补给的比赛就是我2小时44负中心那场，我觉得全程都特别有劲儿，真心话。为啥比赛心率平时快10同配速？那可能是心理问题。我倒没有经历。静息心率是多少？我其实不知道。我一般早上起来晨起心率可能是最低的时候46，最高的时候也有60多的时候，不知道。静息心率可能50多。饮食太焦虑了，春节将至，亲人做的好吃的太多。是啊，是啊，这个真的没办法。髂胫束疼需要停跑吗？我觉得，如果是叫什么可坚持的，就可以慢慢跑。对，回国这段时间，这十几天的每天的视频应该都得到北京时间，估计得中午了。可能如果上午有事儿，可能就得下午了。大家到时候多见谅。大多数足底筋膜炎都说自己是跑好的。最大摄氧量，我最大摄氧量实验室测过一次，73.8。最大心率高，静息心率低，是否意味着成绩上限高？理论上说是的，理论上说是的，但是就像大家看，比方说我跑到170多、180心率的比赛，我还能几乎可以完整的说话，并不是因为我有多强，是因为跑多了以后自己能找到那个节奏感。跑步还是一个需要堆量的事情。磁力贴，我半马没用那个磁力的，贴的是那个法腾贴，没有明显的，就是因为你没有对照组嘛，对吧？你不可能不贴再去跑一次同样的状态下的比赛，所以不好说。每月320公里，一年可以破3呀？我觉得差不多，我觉得差不多，因为您一个月能跑320公里，说明能力够了。就大多数疼痛跟病这个我没法专业的回答您，我只能说人其实挺强大的，不用想那么多，你要把自己放到动物的这个状态下去看，那你只要是生物，你在这世界上，你总是要为了食物，为了什么去付出一些动作，那谁都不可避免有疼痛，如果一有疼痛就好不了了，那物种不就灭绝了吗？没事儿了。博哥3年进步47秒，感觉前年的训练没极化啊。是的，我一般人的训练其实都做不到极化的，你很难做到该慢慢该快快的。我现在也做不到。日文乳清是不是萨瓦斯最好？之前我不喝蛋白粉，我不懂的，抱歉啊，抱歉。就是我对什么，就是我是这样，我不做的事儿呢，我是完全都不懂的，完全不了解，就不是说了解的不多，就完全不了解，真心的。对，我在想是不是要跑今年的北京半马呢？我都不知道那个能不能有机会。要是我那天跟家属说，我就报一名，要是能跑呢，到时候就飞回去一趟。北京的半马我还是挺喜欢那个赛道的，但是说实话，比赛其实确实是不太想参加太多，参加比赛太累太难了。月跑量200可以穿碳板了吗？可以，可以。碳板其实和能力没什么关系，只要您财力够，喜欢穿就可以。
对，北京半马体验挺好的，只是说，你知道我得飞回去一趟，就有点折腾。3月底跑完无锡的成绩赶得上北京半马吗？赶得上吧？不知道。马拉松前一晚，请问如何放松心情睡觉？因为我上次1分钟都没有睡，但这个有点夸张了，我倒没有这么紧张过。但是我觉得就是可以用药物的。马拉松前一晚，不管是您是为了第二天排空用药物，或者为了当晚的睡眠用药物，都可以。跑团小伙伴都是碳板训练吗？基本上是。准备起身穿衣服去跑个30，加油加油！平时跑爬升多对比赛有帮助吗？有帮助。博哥到时候还回日本生活吗？回啊，我2月15号就回来了，在北京待11天。只穿碳板也没问题，我也只穿碳板。用药不会睡过头，所有的这助眠的药都是帮助您入睡，没事儿的。就是您能买到的非处方药，基本上都没有您想象那么大劲儿。如果您能去医院开处方药的话，那就在医生的指导下用呗。半马要进80分以内，一定要练间歇吗？一定要。80分就是1小时20嘛，想进1小时20，一定要练速度了。之前不是说只在日本待1年吗？对，1年一续啊，兄弟，我得看看我的工作呀。刚拔了智齿不能跑了，为什么呀？那么严重的还好吧？没事儿没事儿，大夫还说打完那个疫苗不能洗澡呢，我都没听。但是我不建议大家这样啊，保守一点没事儿。我是特不把这些事儿当回事儿。不午睡，我从小就不午睡。110X3.0 Pro 半马130水平可以，可以的。用药能睡，我觉得值利大于弊。是的，是的。他吃不了东西饿，哈哈。想知道日常跑量的多少算长距离？我没太懂您的意思。比方说，就我现在我的常规训练是21公里，那跑30公里对我来说就是长距离。您如果日常训练是5公里，那可能跑10公里对您就是长距离。打完疫苗本来就不影响运动，除非个别反应大啊，我觉得是。阿迪回北京看看有没有好的价钱吧，原价买我肯定不买，就是那 Pro 3呀，我看了，还有就在新斋桥那阿迪达斯我试了一下，还有香根的配色的我也没买。我觉得那个原价买那双鞋，我还不如去买特步的10X 5.0或者3.0的 Pro， 对不对？跑步总断断续续的跑3个月停3个月，这个事情其实是马拉松最大的敌人，就是马拉松训练是要有持续性的，哪怕您可以放松一点。下一位，请问退役的碳板鞋会用来通勤穿吗？基本不会，因为穿着不舒服走路。我来解答一下，第一次跑马拉松准备不太充分，经常会前一晚睡不好，跑多了比赛训练量上去了就可以，同意的。福哥爱不爱吃辣？爱吃，而且特能吃，就酸甜苦辣咸，包括臭，我都没有问题，我不挑嘴。如果是半夜醒来又睡不着，再吃那种药，隔天会昏沉沉的，这我没体验过，但是确实可能是，可能是。感觉现在马拉松门槛好高，报名人数多，中签率又低。对啊，报名人数多，中签率就低了，确实是难。感情问题停跑7、8天，这2天开始恢复，给您加油。3月中首马应该定什么时间？30公里510，那就按照510来跑呗，可以的。Strava 好用吗？Strava 其实就是个大的社交平台，没有好不好用，就是我没有指着任何平台给我分析建议这种东西，从来没有，就是个记录。
比赛老想尿尿怎么办？这个紧张没办法，没办法，跑起来吃就好了。我有时候也这样。像那天比赛的时候，就是都拉到起点了，然后就好多人去跑回去上厕所，因为起点那儿没有厕所，工作人员也不阻挡。不过好，在东京大手厅跟您偶遇合影了，开心。感谢，就那天早上起来嘛，天还黑的时候嘛，您是其中一位。那天好多好多好多小伙伴，应该我也很开心，我也很开心。平时饮食碳水偏少嘛，大家都说碳水比例要高。我基本上晚上是零碳水，中午的话最多2两米饭。下一位，博哥，换跑鞋的依据是什么？依据就是我基本上就看里程，这双鞋如果穿到1000多公里，我就去感觉它还能不能穿，穿着不舒服了或者没劲儿了，我就换掉了。赛前一天晚上吃什么药帮助比赛打？就那个日本那种，就那个粉色那小药丸，那非处方药，那个就可以。然后在国内的话，可以是那种就含泻液的那种药，但是一定要少用，用多了闹肚子。如果您没用过的话，您可以提前几周试一次。这些我都建议提前几周试一次。跑步增加免疫力吗？还是跑太多降低容易感冒？我今天早上刚说这个事儿，就是刚跑完强度课，比方长距离或者比赛之后那几个小时或者一天半天的，您的免疫力会下降的，因为能量都去恢复了。然后，但是呢，整体上看，您的免疫力肯定是要比不运动的人强的，不用担心这个。就是您如果有像我这样，我上周跑完了半马，但是我这个月20多天之后有全马，您跑完半马以后就减少暴露的机会，就是少去人多的环境。大阪买阿迪达斯 Pro 3哪里比较便宜？我不知道，反正店里都是原价。博哥在台湾跑比赛，看到补给站有食物，我都不会甩时间，先吃再说。理解您。有什么推荐肌肉训练？训练量的话，大约抓多少？我其实很少刻意去练肌肉，我练核心，核心就那几个动作，卷腹啊什么的。博哥5公里记录多少？17分钟整。跑完洗澡影响第二天跑步状态吗？热水泡脚、泡澡都会让第二天的运动表现有略微的下降，所以比赛的前一天不要做这件事情。博哥有没有500配速适合雨天的鞋？我不太懂，现在鞋基本都不会有太打滑的问题。博哥每天训练强度要怎么安排呢？随心所欲，我就随心所欲，但是一定就是跑量是唯一普通跑者需要注意的。就如果您只能注意一件事，就注意跑量，其他都不要管。你要跑量堆起来，一切事儿就都解决了。初代160X 算激进吗？算，那个普通的爱好者穿不了。感谢您，基本都是每周六这时候直播。Pro 3闲鱼7折，7折其实我心里说我都觉得贵，我现在的鞋基本过了800-900我就不买。博哥首马357如何破330？您就现在怎么跑就还怎么跑，330加跑量就可以。Vaporfly 不太适合太大体重的跑者，不太适合。下周六大年初一还直播吗？大年初一咱有安排吗？我不知道，如果没安排就肯定直播。我没有什么亲戚，要走。亚瑟士的跑鞋穿过，最早刚开始跑步穿的都是亚瑟士。不过会用筋膜枪吗？不会。有没有看过徐国峰的跑步书？有推荐吗？我知道这个人，但是我没有看过他的书。我觉得是这样，科学训练是不能没有的，但是过分的科学就变成了本末倒置。我可以觉得说就是过分的科学可能会让您被束缚住。我不知道我这么说能不能表达我的意思。奥森肯定通知，
跑完可以泡澡，跑完可以泡澡。博哥第一双碳板鞋有推荐吗？目前配速5，那买特步呗。如果看在 Vision Pro，我特别喜欢的是它能当显示器来用，其他的我都觉得不是刚需。当显示器用这事儿，我真觉得是挺酷的，但是太沉了。第一代，我觉得它的第一代就有点像 Apple Watch 的第一代，Apple Watch 的第一代跟后边的都不一样。如果您不是特别的喜欢，然后又不缺这点钱的话，我觉得可以等下一代，一般2年一代吧，这些东西可能。哎，到点了，哈哈，下个月跑东马，今天咱们延长5分钟吧，明天回北京了。我看好多下个月跑东马有什么要注意的？没什么要注意的，起点区域很大，一定要早去。起点区域很大，跟国内马拉松不一样的。然后，赛道不错，赛道没有太大的起伏，就是这样。然后注意看路边的指示牌，就是前面有摄影师的时候，路边会有一个工作人员举着一个牌子，上面画着一个照相机，大概有这么大，蓝色的背景，黄色的照相机。您看到那个以后就知道前面有摄影师了。最好看的那个地儿是在东京塔，而且是回程的时候，东京塔那是一个折返，去的时候摄影师不多的，回程的时候多。您去的时候也会有，所以说您看到您的右前方出现东京塔了，您就努力的去找摄影师，想想一会儿摆什么姿势。那摄影师拍摄的角度是这样仰视的，等于从您的脚到您的上半身，然后到东京塔，好吗？然后柏林马拉松就是勃兰登堡门，到勃兰登堡门之前一定看好了哪个门洞人少，跑哪个，然后出门洞的时候边上就是摄影师，摆好姿势就好了。260X 跑鞋算是便宜的入门吗？算。不过相信自己还能 PB 吗？我觉得全马可以，半马不一定了，但是5公里和10公里肯定会 PB。碳水超补的时候，第3日怎么训练？我正常训练，只是很难受就是了。Next 的2代500值得入吗？如果是真的值得入。计划的定制也是需要变通的，是的。国内怎么报名台北马？国内不能报名台北马，因为您来不了，除非因为现在国内生活的是不能自由行去台北的，抱歉。不过下一场大阪全马，对的。家属让我语速慢一点，不能再说太多了，感谢大家，感谢大家，感谢大家，好吗？祝您新年快乐，300配速员圆梦，感谢您，拜年拜年，期待来台北，吃点好吃的。行，那今天就这样了，然后准备做饭吃饭了，然后明天没有影片发了，明天就休息了。早晨慢跑一圈，然后收拾东西，我们中午就去机场了。现在关西机场挺忙碌的，这个出境不知道为什么突然人就变多了。明天要晚上才能到家了，咱们后天再来一遍啊！后天故宫东西华门中间那条路，我就在那儿跑，家属跟着去。因为我特别想拍拍我在故宫跑步的样子，我会天亮以后再出现在那儿，肯定是天亮之前就出现了。大家一定，如果咱们偶遇，也一定注意安全，好吗？一定注意安全就行了，好吧？回家路上会拍摄的。对，北京欢迎你俩，北京欢迎我。最后给大家看看这个毛巾，这个毛巾我还是挺喜欢的。好，那这么着，大家拜拜。我先给大家提前拜个早年了啊，拜个早年，视频里还会再拜的。时间过得好快，拜啊！祝大家努力生活，健康平安。关了啊，拜拜。感谢。